过年春运回家，我只抢到了火车硬卧，好在是个下铺，勉强能让我慢慢回家路舒服一点。上了火车，我好不容易带着我大包小包的行李找到我的座位，正准备坐下，一个带着小孩的老太太走过来，语气蛮横，指着我：“起开，这个下铺让给我孙子坐，你去上铺。”我抬头看见面前老太太三角眼吊的老高，标准的闹市老太长相，手里牵着个7、8岁的男孩，嘴里哼唧着我要下铺。我看了眼车票，疑惑又震惊，票上写了这是我的位置，凭什么让给你？我看了看我铺了满床的行李，挠头不解，这老太太真是不讲理，明明有这么多人，可偏偏揪着我。我带着这么重的行李，难道适合住上铺吗？老太太扫都没扫车票一眼，手指往我胳膊上一戳：“票算啥？我跟列车长熟，打个招呼就能调铺，你这姑娘咋这么死心眼，让个铺给孩子能少块肉？”在老太太身后站着个女人，应该是孩子妈，头埋在手机屏幕里，对眼前的争执充耳不闻。旁边还有个男人，剃着寸头，此刻正斜着眼睛瞪我。我不让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人情世故那一套？我不想让座，谁也不能把我换走。我把车票揣回兜里，弯腰想把行李箱往铺底再塞，免得占地方。熊孩子突然扑过来，一把抓住我搭的背包带，使劲往后拽。背包侧袋里的保温杯没盖紧，水洒出来，顺着背包往下流，正好打湿了我放在铺位上的笔记本电脑。松手！我吼了一声，伸手去掰他的手。熊孩子张嘴就咬，我的手背被他咬得钻心的疼，很快就红透了。你敢吼我孙子？老太太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扑过来，指甲就往我脸上抓。我偏头躲开，她的指甲还是在我脸颊上划了道红痕，火辣辣的。一个破电脑，洒点水咋了？孙子别跟他客气，把铺位抢过来。寸头男人站起来，他伸手推了我一把，我没站稳，后背重重撞在铺位栏杆上，疼得倒抽一口冷气。丫头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我是孩子爸，老太太跟列车长有关系，真闹起来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他说话时，嘴里的烟味喷在我脸上，难闻的让人想吐。我摸出手机拍视频。你们动手推人咬人，还弄坏我的电脑，这些我都录下来了。要么现在道歉赔偿我电脑和身上的伤，要么我现在报警。孩子爸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伸手就要抢我的手机，我往后一躲，他扑了个空，差点撞在小桌板上。老太太见状往地上一坐，拍着大腿嚎啕大哭：“没天理呀，欺负老人小孩！我们祖孙俩就想找个安稳铺位回家过年，这姑娘心太狠了。”熊孩子也跟着哭，隔间门口很快围满了人。隔壁的乘客探着头劝我：“姑娘算了吧，出门在外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老太太带着孩子也不容易。”另一边的乘客抱着胳膊反驳：“凭啥让？票是人家抢的，抢别人铺位还有理了。”人群里议论纷纷，有人同情我，有人帮着老太太说话，却没人敢真正站出来。突然一个女人挤了进来，我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，心想这边闹事的老太太还没解决，又来了一个多管闲事的圣母。她以为自己是做好事的正义使者，可却是在纵容不讲理的人。等她被这一家子刁难，就知道人心险恶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毫不客气地回怼：“我父母可不会出门不讲理，抢别人的位置，还咬伤别人。我要是不给他们教训，他们下次还会欺负别人。”蛋糕姐愣了愣，见我不好说话，也没再吭声。这时列车员来了，皱着眉拨开人群：“吵什么？都回自己铺位。”老太太立刻不哭了，指着我对列车员说：“他欺负我孙子，还霸占铺位不让。”我把手机递过去，按下播放键，把刚才他们一家的所作所为拿给列车员看。列车员看完，脸色严肃地对老太太说：“您孙子咬人，您儿子推人，这是你们的错。铺位按车票分配，不能强抢。现在要么您带着孩子回自己的上铺，要么我叫乘警来处理。”我不管。老太太要往地上坐，被列车员眼疾手快地拦住。今天这铺位我必须要，不然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我看他们一家是想赖着不走了，还是报警处理吧，正好让他们赔我钱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报警处理。孩子爸一听我要来真的，赶紧骂骂咧咧地拽起老太太：“走，跟他耗着没意思。”孩子爸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，老太太则带着熊孩子站了对面蛋糕姐的下铺。我看蛋糕姐费劲巴拉地爬上了上铺，略带同情地摇了摇头，然后拿出手机把被咬的手背脸上的划痕都拍了照。我知道这家人不会善罢甘休，得提前留好证据。火车开出仅半小时，男孩就一直在车厢内胡闹，一会儿吵着要看电视，一会儿在走廊里窜来窜去。没过一会，男孩就饿得叫唤，眼睛直溜溜地盯着我包里的零食。我要吃你的牛肉干，还有那个巧克力。我赶紧护住自己的零食。老太太哼了一声，理直气壮道：“藏什么啊？你这零食堆得跟小山似的，给孩子分点怎么了？小气鬼投胎的！”我的行李箱侧袋里确实塞满了零食，但都是给家里亲戚带的。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？要吃让你儿子去餐车买。买不要钱啊？你看我们像是有钱人吗？没钱就抢别人的。你们是坐火车的还是来要饭的？我冷笑一声，老太太气得在布上拍了一下：“你这姑娘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家困难，你帮衬一把怎么了？真是铁石心肠。”不好意思，没有帮衬的义务。老太太伸手就要扯我的行李箱拉链：“你穿这么好，还差这点零食钱。”男孩趁机绕到我身后，伸手去拽我的背包带。
我转身时，他已经把我的保温杯扒到了地上。我捡起保温杯，看着杯身上被磕出的坑，怒火瞬间涌上来。够了，再动手动脚我就找乘警了。他们被我的气势吓了一跳，正要发作，蛋糕姐突然从上铺探出头，打开自己的蛋糕盒子。阿姨，我这有蛋糕，您拿一块给他吃吧。不等蛋糕姐说完，男孩一把抢过蛋糕，塞进嘴里就嚼奶油糊了满脸。老太太立刻换了副笑脸，还是你这姑娘懂事，不像某些人，心比石头还硬。我没理会老太太，我知道蛋糕姐这样的好心只会让这家人更加得寸进尺。于是我看着蛋糕姐一脸行善积德的满足，忍不住小声提醒她：你倒是挺慷慨的，可他们这样的德行，你现在给他人情，回头出事了就等着第一个赖上你吧。蛋糕姐脸色一僵，讪讪地说：不会吧，我就是好心。话没说完就被老太太拉着说谢谢，硬生生把她的话堵了回去。我摇摇头，把零食都收进背包里，锁上拉链。这家人绝不能给他们半点可乘之机。果然下午的时候，熊孩子变本加厉了。他一会儿从铺上往下扔垃圾，一会儿跑到我的铺位旁边踢我的行李箱，甚至还趁我去洗手间的时候爬上我的铺位，把我的枕头扔到了地上，用脚踩的全是灰尘。我回来看到这一幕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把枕头捡起来，走到老太太面前：管好你的孙子，再让他动我的东西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老太太漫不经心地说：多大点事儿啊，不就是个枕头吗？拍一拍就干净了，你怎么跟个孩子斤斤计较？我把枕头往她面前一扔：活泼不是没家养的借口，这枕套是我新买的，现在被你孙子踩脏了，你赔我一个。我凭什么赔你？是你自己没看好自己的东西，关我们什么事？就在这时，孩子爸从别的车厢过来，老太太看到孩子爸立刻哭了起来：儿子，他欺负我们。孩子爸闻言瞪了我一眼：女人，你没完了是吧？是不是看我们好欺负？孩子爸举起拳头就要打我，好在乘警路过，我急忙抓住乘警的袖子，率先告状寻求帮助。乘警同志，他们一家人把我的东西打坏了，不赔偿，现在还要打我，你要保护我啊！我急忙把手机里的证据拿给乘警看，乘警脸色严肃，态度公事公办。你们扰乱火车秩序，跟我走一趟吧。见乘警态度强硬，老太太一家没了刚才的嚣张，陪着笑脸给乘警。什么扰乱秩序，都是误会，我们已经私下调解过了。说着，老太太从口袋里拿出一沓被揉得皱巴巴的现金，强行塞到我手里。不就是赔钱吗？给你。我接过现金数了数，老太太给的钱远远不够我的枕套，更别提赔偿我的电脑了。不过好歹也让那家人出了血。我收下钱，没再说什么。女士，你如果遇到什么麻烦，请及时找我们。乘警离开后，孩子爸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。老太太坐在我对面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没再吭声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熊孩子总算安静了一些。我靠在铺位上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，心里却总觉得不安。这家人看起来老实了，但眼神里的戾气却没消，指不定还会闹出什么事来。晚上8点多，我正准备睡觉，列车突然紧急制动，车厢里的乘客都被晃醒了。广播里传来列车长急促的声音：各位乘客请注意，前方路段遭遇强降雪，线路出现积雪结冰，列车暂时停运，请各位乘客保持冷静，待工作人员清理积雪后恢复行驶，切勿随意走动，感谢您的配合。消息一出，车厢里瞬间炸开了锅。什么？竟然停运了？本来就慢，再停运，到家聊什么时候了？原本就焦躁的车厢，因为停运的消息更加人心惶惶。忽然，人群有人担忧道：这火车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，万一火车上的饭卖完了怎么办？对呀，先去买点吃的，不然要饿肚子了。有人立刻起身往餐车跑，害怕餐食被卖完，有人掏出手机联系家人，语气焦急，还有人围着列车员追问情况。车厢里乱成一团。我背包里储备充足，有压缩饼干和自热米饭，还有一些水果，倒是没什么慌的。但老太太一家却像炸了营，孩子爸立刻赶过来，拽着老太太和熊孩子就往餐车冲。快去抢点吃的，晚了就没了。孩子妈依旧缩回自己的铺位上，眼神空洞地看着窗外，仿佛这一切都与她无关。我没动，因为我的背包里有足够的食物，犯不着去凑那个热闹。蛋糕姐倒是急得团团转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去餐车。我说不用，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着人群跑了。大概半小时后，老太太一家回来了，手里抱着几桶方便面和面包，寸头男人手里还攥着2瓶没付钱的矿泉水。餐车服务员追在后面要账，被他一把推开。我凭本事抢的，凭什么给钱？服务员气得脸都白了，却没人敢上前帮忙。老太太翻着行李袋，骂骂咧咧：水不够了，这破火车连口热水都没有。男孩吵着要吃方便面，老太太眼珠一转，看到了我刚接的半杯热水，就要过来抢。我把水往身后一藏：这是我的水，要喝自己去接。接个屁！开水房排了几10个人，让你给点热水，你还能掉块肉吗？老太太伸手就要抢，我抬手按住她的手腕，声音冷下来：松手再抢，我就喊乘警了。刚才你儿子没付钱抢东西，我可是亲眼看见了。孩子爸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拳头攥得咯咯响，却没敢动手。他知道乘警现在就在餐车附近处理纠纷。老太太见状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从行李架上扯下自己的水壶，往里面灌了半壶凉水，直接倒进了方便面桶里。凉水泡就凉水泡，饿不死就行。
男孩抱着凉水泡的方便面，吸溜着吃了起来，面条还没泡软，他嚼得满脸通红。我看着那桶飘着油星的凉水方便面，皱了皱眉，这孩子肠胃本来就不好，这么一折腾不出事才怪。果然，后半夜的时候就传来了男孩的哭喊声：“肚子疼，奶奶，我肚子疼。”我披衣坐起来，就听到老太太骂骂咧咧的声音和一股恶臭味。哭什么哭？肯定是白天吃了那个小的零食闹的。接着是哗啦一声水响，男孩的哭声瞬间拔高，凄厉的吓人。我探头出去，正好看到老太太拿着一个盆往男孩的裤子上泼凉水。原来男孩拉肚子拉在了裤子上，老太太竟然用凉水给他冲屁股。你疯了！我忍不住喊出声。孩子肚子疼还用水冲，会加重病情的。老太太回头瞪我，眼神里满是怨毒。关你屁事！要不是你不给我孙子零食，他能吃那个女人的破蛋糕吗？肯定是蛋糕不干净，才让他拉肚子的。他指着被吵醒的蛋糕姐，蛋糕姐睡眼惺忪地看着这一幕，瞬间清醒，急忙解释：我的蛋糕是今天刚买的，很新鲜，我自己也吃了，没出事啊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谁的问题？老太太扑过去就要抓蛋糕姐的头发，被周围的乘客拦住了。男孩的哭声越来越弱，脸色苍白的像纸。蛋糕姐急得快哭了。这孩子有点不对劲了，还是快找医生看看吧。老太太转眼一看，男孩马上不行了，赶紧抱着孩子跑到走廊里，哭天喊地：来人啊！我孙子要死在这儿了，快来人救救我孙子！老太太这一闹，周围其他车厢的乘客也都清醒了。列车员很快赶了过来，看了一眼男孩的情况，也吓得不行，安慰老太太：您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帮您找医生。你最好快点，要是我孙子在你们火车上有个好歹，你们都等着赔钱吧。老太太立刻否认，声音尖利：没有，我们没吃别的，就吃了点蛋糕，一定是蛋糕有问题。老太太把躺在上铺装死的蛋糕姐拽下来，嘴脸凶恶地指着她质问：肯定是你的蛋糕不新鲜了，害我孙子拉肚子，你给我赔医药费。怎么可能是蛋糕的问题？人家医生都说了，是吃生冷油腻的东西，肯定是你昨晚给他吃凉水泡面有问题。泡面是火车上拿的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你少废话，赶紧赔钱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老太太撕扯着蛋糕姐，就连列车员都拦不住，眼看着蛋糕姐要被老太太讹上了，我急忙站出来说话：老太太，你讲不讲理？明明是给你孙子吃凉水泡面，还用冷水冲他屁股，才导致你孙子拉肚子的，怎么还怪上别人了？医生也在一旁点点头。那病因很明确了，老人家就是您这两个行为才让孩子生病的。听见了吗？医生都说了，孩子生病怪你。没想到老太太反过来又指责起医生，肯定是你医术不行，查不出来，就往我们身上推。你是不是跟这个小一伙的，故意陷害我们？医生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他转头看向我，终于明白我刚才的提醒是什么意思了。我是医生，孩子的病因确实是饮食不当加腹部受凉导致的急性肠胃炎，我这里有备用的药，你们要不要用？谁知道你的药是不是过期的？要是吃死了我的孙子，你赔得起吗？你必须负责到底。随便你们怎么样，孩子现在情况很不好，在火车靠站进医院之前，都不要再给孩子吃任何食物了，否则孩子会有生命危险。医生气得脸色铁青，留下一句医嘱，转身就走了。临走前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无奈。有了医生的话，蛋糕姐有了底气，以为老太太这下讹不了她了，白了老太太一眼，继续上床睡觉。哪知老太太不肯罢休，眼咕噜一转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都是你这个人，你要是愿意把热水让出来，我孙子至于吃凉水泡面吗？都是你害了我孙子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明明有热水，是你自己懒得去排队，让你孙子吃凉水泡面的不是我。说到底是你自己害了你孙子。小，怎么说话呢？我孙子的病都是你害的。今天你要是不赔钱，我就抓花你的脸。老太太龇牙咧嘴的冲上来，要抓我的脸。好在不远处的列车员及时赶来劝阻，把老太太生生拉开。老人家，你冷静一点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你要是再敢动我，我就真叫乘警了，到时候你们一家都得被关起来。列车员也耐心劝阻。是啊，老人家，如果您真的动手，就要乘警来请您离开了。老太太一听这话，也不敢惊动乘警了，指着我骂了一句：我跟你没完！转身照顾病弱的男孩了。我也不敢再继续待在这间车厢了，趁着老太太照顾男孩的空档，赶紧收拾自己的行李，躲去了别的车厢。好不容易在车厢里发现一间空的卧铺，定睛一看，竟然就在刚才那个医生的对面。我虽然不喜欢他这种冲动没头脑的人，但为了我的生命安全，还是搬进去了。医生看见我，态度友好的冲我笑笑：不好意思，刚才对你说了过分的话，没想到那一家竟然是这样的人，谢谢你提醒我。我没好气的回了他一句：遇上他们一家，算你倒大霉了。然后没再说话，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休息。可是没过多久，隔壁车厢里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，男孩竟然开始吐血了。老太太抱着男孩疯了一样冲到这边的车厢，在一众乘客中精准找到医生，扑通一声跪在医生面前：医生，求你再看看我孙子吧，他吐血了。医生被他缠得没办法，只能再次检查男孩的情况。他翻看男孩的眼皮，又听了听心跳，脸色越来越凝重。他这是胃出血了，情况很严重，你们是不是没听医嘱，给他喂了别的东西？我没有啊。老太太说话心虚，不用猜都知道，肯定是他自作主张给男孩喂了别的东西。我想着孩子喊饿，就给了他半包辣条，还泡了碗泡面，就一点，怎么会这样啊？
医生的声音拔高了。一点也不行，现在是胃出血，火车上没有止血和输血设备，我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你孙子，必须等下一站送医院。你骗人，你就是不想救，要不是你上次没好好治，我孙子怎么会这样？老太太突然尖叫起来，她哭着站起来，转身要走，眼角余光正好扫到探着头的我，那一瞬间，她的哭声戛然而止，眼睛瞪得滚圆，猛地朝我扑过来。还有你这个小人，都是你害的，要不是你不给我们吃的和热水，我孙子就不会出事。我吓得往里退，隔壁的大爷立刻站起来，伸手拦住老太太。你干什么？姑娘一直待在这儿，跟你孙子的病有啥关系？斜上方的大学生也喊了一声。我们都听见了，是你自己不听医生的话，喂孩子吃辣条。周围几个乘客也围过来，七手八脚的把老太太架住。她挣扎着骂了半天，嗓子都哑了，才被人拉走。我捂着砰砰跳的胸口。刚刚的大爷递过来一瓶水。姑娘别害怕，这种人就是胡搅蛮缠。我接过水，手还在抖，我知道这事没这么容易结束。果然，大概1个小时后，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砸得地板咚咚响。孩子爸冲了过来，他右手手背上沾着干涸的血渍，眼神像疯了一样扫过隔间，就锁定了医生。你为什么不救我儿子？他断气了。医生刚站起来想解释，孩子爸已经一拳挥了过去，正打在医生的脸上。医生踉跄着后退，眼镜飞了出去，鼻子瞬间流出血来。孩子爸转头瞪着我，怒火更盛。都是你这个害人精，都是你害死我儿子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家能变成这样。他扑过来要抓我的头发，我往旁边一躲，他扑了个空，差点撞在铺位栏杆上。这时2个乘警终于赶了过来，从后面死死抱住孩子爸。住手，老实点，放开我，我要杀了他们。孩子爸嘶吼着，力气大的惊人，差点把乘警甩开。直到乘警掏出手铐铐住他的手腕，他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，嘴里还在不停咒骂。我赶紧捡起医生的眼镜，医生用纸巾捂着鼻子，惊魂未定地对我道谢。列车员很快过来帮医生处理伤口，又给我们做了笔录。我把之前被熊孩子咬伤、电脑被弄坏的事也说了，还拿出手机里存的照片和录音。列车员皱着眉说：“这家人太过分了，您放心，我们会处理。”剩下的路程，车厢里安静的可怕，直到列车终于到站，我拖着行李刚走到站台，就被一阵哭声拦住了去路。老太太和孩子妈跪在地上，怀里抱着用毯子裹着熊孩子的遗体，对着来来往往的旅客哭喊：“大家快来看啊！就是这个女人，还有火车上的列车员，害死了我的孙子！”孩子妈也跟着哭，他们眼睁睁看着我儿子吐血，见死不救，还帮着这个女人欺负我们。很快，周围就围满了人，不明真相的旅客指指点点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指责。这姑娘看着挺文静的，怎么能干这种事？老太太哭得这么伤心，肯定是受了大委屈。我攥紧了手里的手机，刚要开口，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大家别信他们。”是那个帮我拦着老太太的大爷。他挤过人群，大声说：“我全程都在旁边，这孩子是被他奶奶喂辣条吃出的胃出血，医生反复提醒不能吃刺激性的东西，他就是不听。”那个大学生也走了过来：“对，我也能作证。这家人一开始就抢这位姑娘的铺位，还让孩子咬她划她的行李箱，我们都看见了。”医生和列车员也走了过来替我作证。我是医生，孩子最初是急性肠胃炎，我给了用药和饮食建议，但家属拒不遵守，导致病情恶化，请大家理智一点。列车员也拿出手机播放了车厢监控，这是他们抢铺位推人，还有孩子爸打人的画面，全程都有记录。我也把手机里的录音和照片翻出来，展示给大家看。这是我被孩子咬伤的手，这是被弄坏的电脑，这是他们撒泼的录音，到底谁对谁错？长眼睛的应该都能看出来吧？围观的人群瞬间变了脸色，纷纷指责老太太一家。原来是这样，太会装了，自己没本事教孩子，还怪别人，真恶心。这孩子太可怜了，摊上这样的家人。老太太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张着嘴说不出话。孩子爸被乘警押着过来，看到这一幕，把头埋得很低。这时车站的警察也赶了过来，对老太太和孩子妈说：“你们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，诬告陷害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不，我们没罪，都是那个女人害的。老太太还要撒泼，被警察架了起来。孩子妈抱着熊孩子的尸体，默默地跟在后面，再次一声不吭。人群散去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看见他们被带走的狼狈模样，心里很踏实。我明白，善良需要底线退让，换不来尊重，而那些作恶的人终究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后来我从列车员那里得知，孩子爸因为故意伤害、寻衅滋事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老太太和孩子妈因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诬告陷害，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，还需要赔偿我的财产损失和医生的医药费。